大家好，我是梦琪。这一期视频呢是一个非常有味道的视频，大家看这个，这是我们购买的新鲜羊粪啊，看上面这个小粪球还清晰可见啊，满满的都是羊粪味儿。这个羊粪呢是我们用来做底肥的呀，像我们这个大棚一般都用这个羊粪做这个底肥，但是这个羊粪如果说你不去腐熟的话呢，基本上放在这个棚里边以后，你种什么东西基本上都不可能成活呀，这个成活率是非常低的。所以说我们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个羊粪给它腐熟了。我们一般呢都会从网上去购买一些这个粪肥速效剂，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加快粪便的一个腐熟啊。像你什么鸡粪啦、羊粪啦都是可以用这个的。像我们的配方一般是1:10:6，什么意思呢？就是1斤的这个粪便速效剂加上10斤的玉米面，然后呢配上6方的这个羊粪，记住啊，前面是斤，后边是方，6方的，然后给它掺均匀了。一般像这个高度呢，让它1米左右啊，像这个宽度呢就有点宽了，一般宽度也是在1米左右啊，这个长度就不限了。上面呢用这个塑料布给它蒙一下。蒙的时候注意啊，要在这个塑料布上面挖几个洞啊，不让它完全蒙住啊。基本上这样的话，一般10天左右的时间，这个粪便就发酵好了，就可以直接放在这个大棚里边做底肥去使用了。那么你们在这个平常做底肥的时候，是喜欢用鸡粪啊，还是说羊粪，或者用一些其他的东西呢？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咱们下期见，拜拜。大家好，我是梦琪。上一期讲这个焖棚啊，有很多朋友问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咱们今天讲一讲注意事项吧。首先第一个，一定要让这个四处是密闭的，像咱们这个棚膜经常情况下呢会有一些损坏，咱们会用这个宽胶带给它粘起来，确保四处不漏风。再一个呢就比较重要了，是咱们用这个石灰氮的话呢，它里边有一些氢胺，这个气体会挥发。像石灰氮一般有2种，一种是液态的，一种是固态的。像我们呢一般是用这个液态的，从这个大棚最里侧往外倒着走，等你把这个里边呢充满石灰碳以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吹出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咱们在这个焖棚结束以后，这棚里边充满了这个氢胺，这个气体是有毒的，所以说呢咱们不要急着进去啊。这个时候呢，它不仅可以说杀灭这个病菌、细菌跟这个地下害虫，对人体也是有害的。所以说一般焖棚结束以后呢，我们先把风口放开以后，让它保持通风个3-4天，等这个氢胺完全挥发以后再进入棚内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了。当然了，如果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这个完全挥发，你可以说让它这个风口多放开几天吧。好了，朋友们，咱们下期见，拜拜。大家好，我是梦琪。有朋友问说，你们这个大棚1年种2茬番茄，那么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虫茬问题的呢？他的这个番茄种了几年以后，发现这个虫茬问题很严重，所以说产量就比较差。像我们呢，一般情况下也是采用这个焖棚，像这个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多吧，但是这个做法呢，可能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像我们呢，一般都会先把棚里边这个杂草以及这个瓜秧或者番茄秧全部拉走以后，把这个棚给它整理一下，然后呢在上面把这个棚膜呢给它粘一下，让这个四处呢达到一个密闭的环境。把这个棚膜啥都处理好了以后呢，下一步就是把这个地给它旋一下，旋完以后这个土质是比较疏松的，然后浇一遍大水。当然因为这个土质特别疏松，所以说水的话不可能说这个全部浇匀了，咱们再浇第2遍水。浇第2次水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会加一些这个石灰氮在里边，然后基本上呢浇完以后，把这个四处给它密闭起来以后，在这个棚里边让它保持一个密闭的环境，大概就是25天左右的一个时间。这样的话呢，25天的高温情况下呢，可以杀灭这个土壤里边的病菌、细菌以及这个地下害虫，所以说对下茬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当然了，这个也不能说丝毫没有影响。好了，朋友们，咱们下期见，拜拜。最近比较忙啊，这个棚的番茄呢没有及时去打岔，所以说长得比较疯狂一些。不过这挂果量还是可以的呀。大家好，我是梦琪。上一期呢有这个朋友问说，怎么确保在这个高温条件下保证这个番茄的坐果率呢？
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热嘛，咱们一般可以采取以下3种方法。第一点呢，就是给这个大棚整体降温，一般就是用这个防晒网或者用这个降温剂，在大棚外表遮挡一下阳光。第二个呢，一般就是在这个中午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通过这个喷雾器在大棚里边呢喷一遍清水，因为这个大棚里边呢，它通风性也是比较好的，所以说也不会有太多的高温高湿情况出现。那么第3点呢，就是咱们常用的这些喷饰一些这个其他元素，像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使用这个硼加钙这些中微量元素呢，来确保这个番茄的做花做果率。再一个呢，可以配合一定量的30烷醇，主要是为了提高这个番茄的抗逆性。当然了，这些方法呢，可以大家做一个参考，但并不是绝对的。范老师有什么补充吗？除了用30烷醇加上硼以及钙之外呢，同时呢，也可以去使用一些像庇护，也就是云肽素、赤霉素啊，再加上吲哚乙酸，同时呢去配合这个硼以及钙，这样子呢，既提高了植株的一个抗逆性，同时呢又达到一个保花保果的作用，这样子呢夏季才能达到一个高产，才能做出。大家好，我是梦琪。这个前一段时间这个番茄价格还是比较低的呀，所以说很多种番茄的朋友就感觉完了呀，今年番茄又没有挣到钱。不过可以明确的大家说啊，近2天呢这个价格肯定会有一个上涨。为什么？因为最近这个天气比较热，这个所有种番茄呢，基本上这个番茄长势都一般哈。像我们这个小番茄呢也刚刚成熟了，不过说实话有点这个成熟的有点早了，能再往后拖半个月，这个价格呢肯定会稍微高一些。因为最近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像这个番茄它的坐果率都会特别低，所以说产量呢也比较少。很多这个种植户呢是不会在这个时候让番茄上市的，但是呢往往这个时候的番茄价格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咱们这个种植番茄的朋友，想让这个番茄价格高的话呢，一定要安排好茬口啊，最好让这个天气最热的时候开始上市。当然了，这个还是根据你这个种植水平来说的。如果说种植水平比较差的话呢，你这个产量肯定就不行，因为这个高温情况下呢，你需要人工给它降温，然后再补充一些中微量元素来保证它这个做果量。所以说朋友们，不是这个做农业不赚钱，而是看你有没有信心去做这样一件冒险的事情。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好了，咱们下期见，拜拜。大家好，我是梦琪。咱们今天来给番茄套个袋，是不是第一次听说给番茄套袋？最近温度比较高啊，一个是这个番茄容易裂果，再一个欺负病也起来了，所以说咱们今天来套个袋尝试一下，用套袋的方法能不能改良一下这种情况呢？套上袋以后呢，一个是可以隔绝这个病害的传播，再一个可以防止一部分的虫害。最主要点呢，它是可以是这个提前上市。所以说咱们今天来做一个实验啊，就把这一行呢全部给它套上这一个套，一段时间以后，这2行番茄做一个对比啊，看能这个提前成熟多长时间。再一个呢，看这个果品的质量怎么样。虽然说呢没有人给这个番茄套过袋，那咱现在来尝试一下，如果说效果可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也是可行的。像套袋的话，这些葡萄啦、苹果啦，一直以来都是套袋的长得比较好一点。咱们看看这个方法能不能在番茄上面适用。当然套袋的时候，像这种畸形果就摘掉不要了。当然了，今天这个袋子可能比较大，它是用来套葡萄的，因为这个当地种番茄的比较少，所以说没有找到这个套番茄的专用套。